不好意思，关于邹市明和冉莹颖性格能力的判断我全对了。45岁邹市明宣布要重返拳台，要支棱起来，顺便呢辟谣也来了。邹市明这波把我之前举例论证的营销号阴谋论全部的脸都给打肿了。比如之前网上传的造谣说冉莹颖放狠话，邹市明打输了就换老公，还有说冉莹颖她哥借着妹夫的这个资源创业吸血，还有他们造谣说外甥在公司当保安队长卷家里的钱，还说几百万的天价吊灯来转移资产的，邹市明都来一一辟谣了，证明全都是假的。第一，邹市明说任何的采访视频冉莹颖都从来没有说过换老公这个话，是纯造谣。第二点，冉莹颖根本就没有哥哥。第三，她的外甥两个才7、8岁，网上传的什么保安队长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所有的狗血戏码全是营销号为了流量凭空编出来的。当初全网都在骂冉莹颖心机捞女全家吸血的一个时候，我就发了多篇对于冉莹颖财富观、家庭教育、商业认知、工作背景的一些细节的了解和判断，结论就是她不是坏，她是单纯的菜。邹市明和冉莹颖都是恋爱脑，两个人是非常单纯的一个感情的依赖。除了邹市明拳击方面的个人能力和赛道和时代机遇碰到一起了，赚到了一大桶金，因为人都是多维度很复杂的，他两个人在其他维度上和普通立功家庭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我跟非常多有钱的大哥大姐、上市公司的高管深度交流过之后，我发现一个现象，他们除了赶上好时代这个行业赚了钱，不是说有钱人处处他都比普通人强的，没有的。什么脑力犯罪，什么金融大片，就少看点这种电影吧。很多人没接触过有钱人，他不信，他非要搞一个阴谋论来证明自己为什么穷，他非要往宫斗、洗钱、什么阴谋啊、玩弄法律啊、转移资产啊，把一系列的高深的套路非套到一个体力劳动者身上，打拳赚到钱的一个家庭身上，往国际金融犯罪这个大片的剧情上往那靠。我当时就说了，转移资产、幕后布局、法律上不留证据、收买证人、完成收割，那是精英圈层有商业认知的人得有脑子、有手段、有城府才能干成。洗钱从结果上最漂亮的做法是把资产给他清零，无负债的去离婚，而他现在搞的自己背了2个亿的共同债务离不掉，而且按行业的经验，洗的过程折损是很大的，实际到手可能就一半就不错了。放着独揽大权的富太太不当，非去过那个提心吊胆、资产缩水的一个日子，实在是没有意义。从过程到结果都不是洗钱的逻辑。而且冉莹颖她一个选美出身，父母也没有什么学历认知，也没有从小给她做金融市场的一些实战培训的一个家庭来说，就和普通农村家庭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你去农村找个母女让她帮你洗钱，她能会吗？她没有那个智商。现在辟谣一出，是不是全都对上了？邹市明国内拳击领域他是天花板，但是这个行业吃的是青春饭，这个和很多普通家庭这个老公年轻的时候靠体力工作攒了几十万是一样的。然后呢，他需要找一个稍微有脑子的女方，这个家呢就不会过得太苦。冉莹颖正好顶着 MBA 财经记者见过世面的一个光环，本该做这个家庭的脑力的担当，负责这个家庭后期的发展。前期呢就轻轻松松的，他就可以学点商业、理财、管资源，然后等邹市明退役了，稳稳的把家产接住，让一家人后半辈子衣食无忧。这本来是一个完美的互补的组合。结果呢，45岁的人了，一身旧伤，本该退役享清福的年纪，还要重新站上拳台去拼命。走到这一步，邹市明还不主动去离婚，还支棱，为什么？唯一的原因就是还有感情，以前赔的也都明确是认知问题，也都自己认了。发现该负责家庭后期发育的女方呢，确实能力不行，接不住责任，那就只能这个立功再出马了，就这么简单。所以那些说冉莹颖使坏把家产卷走这个可能性它是不存在的。冉莹颖的问题是顶着高学历的光环滥竽充数，上学时代呢偷懒，没有去吃脑力的苦，导致确实没有赚钱守钱的认知，他的这个能力他就玩砸了。冉莹颖她就是勇哥直播间里连麦的那种宝妈那类人，外人说的好听的，然后吹捧她的，她都信。这个东西高级，那个吊灯高端，大牌的高跟鞋时尚，这个你穿上特别的合适，她就掏钱了。她不是故意败家，是她没有分辨的能力。这种人呢，就是典型的傻大姐，耳根子软，没主见，除了家里人说的话不听，外人说什么他都信。而且稍微有社会经验的人都会懂，有个东西你如果是找亲戚买的，那个钱还是你的嘛。我有亲兄弟姐妹，谁家的钱都不会跟你共享的。你找表弟去买个什么300万吊灯，他只会认为是他自己有能力报价去赚到的。什么回扣什么洗钱，你是想也别想了。而且找表弟洗钱是生怕东窗事发的时候对方律师找不到证据是吧？你要不信冉莹颖笨，你认为他很精，那他如果洗钱给他表弟转钱都让广大网友都知道的话，那他还是聪明吗？简直是非常幼稚的一个推测。如果冉莹颖有转移的动作，早就有蛛丝马迹了，早就可以追偿了。所以冉莹颖她不是坏，她只是过得太舒适了。老公坑挣钱，她老妈呢各种强势，又给她去攒钱，给她惯出各种公主病来了。
衣食无忧之后，搞不清什么是投资，什么是消费，对家庭资产的增值，对长远的发展，他就没有概念，他就只知道花钱是花不完的，花完也有人兜底的。那为什么不离呢？这就是能印证我的判断了。如果真像网友说的，冉莹颖全家在吸血转移资产，心术不正，邹市明和父母他能没有一个认知和判断吗？早就去止损了。他能够打到拳王，他不是一个完全没脑子的人。他选择不离婚，选择自己付出扛下所有，就恰恰说明了2点。第一点就是冉莹颖人品是干净的，没有二心，踏踏实实的跟他过日子，只是能力有限。第二点，邹市明这个人重情义，有担当，自己选的人呢，自己的家庭哪怕对方扛不住事儿，他也不会撒手不管，自己出来拼命就是了。所以呢，网友说不要心疼邹市明，这都是他自找的，这个评价是没有毛病的。因为邹市明明显就是他自己选了这么个丈母娘，这么一个老婆，他不是被拿捏，他是一个比较专一的、比较简单思想的一个人的选择。而且说句不好听的，他已经没钱了，他再去想找年轻漂亮的也不好找了。所以呢，今天这个事儿是想跟大家说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很多人呢看别人日子过砸了，总喜欢往阴谋论上想，觉得一定是有人使坏，有人算计。但是现实里90%以上人生的溃败，它就是当事人自己的能力问题。大多数人是他暴发户，他的认知拖不住手里的东西而已。但是要当一个坏人是需要能力的，洗钱怎么不留痕迹，怎么设计复杂的公对公的业务来做掩护，这个级别的坏，他就不是农村邻居之间打架那个坏了。2亿存款这个级别的坏，他需要的是智慧，需要比好人起得早睡得晚，学更多的知识。所以阴谋论也请考虑一下主角的智商。就像我们看很多餐饮店倒闭，他用同行去搞破坏吗？用人恶意举报吗？用家里人什么洗钱吗？99%就是老板自己能力不行，账算不明白，还怨天尤人的，那基本是早早就搞黄了。家庭也是一样的，很多早期的暴发户，再深的感情，再厚的家底儿，只要一方能力跟不上，日子就会越走越吃力，最后再返贫的。能够富好几代的家庭，他的择偶不是看脸的，是要看出身的，因为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守财理财的这个家庭的教育。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钱来了，认知跟不上，返贫就是2-3年的事儿。别高估了普通人的城府，很多时候毁掉生活的不是什么恶意，是馋，是懒，是他自己的平庸。网上流行一个段子，说人不能太努力，努力的人都负债了。真正负债翻身的人，他肯定不同意这句话的。乱投资，开什么杂牌奶茶店，跟别人忽悠去抢购什么郊区的房子，成立一个公司去过当老板的瘾，没收入呢，先招一堆人，被某个微商忽悠了一下，买了一堆3无的货囤在家里。这种看似的努力，实则都是用战术上的勤奋去掩盖战略上的懒惰。花钱之前根本没有自己的认知一个判断，也没有学习去积累什么东西，听人忽悠把钱花了，以为自己现在是在努力在投资，实际上只是不动脑子，为了面子在铺排场。这根本不是太努力，这是极其的懒惰的不愿意吃脑力苦的一个表现。很多人和冉莹颖其实是一样的，只想着把自己描述成非常努力，但是时运不济导致的亏损，但就是不愿意承认其实是自己不愿意吃脑力的苦，商业认知一点也没有提高，花的每一笔钱呢都是被别人忽悠掉的。所以呢，他为了面子说自己是经过努力然后亏掉的，最终呢让没有看清本质的人以为他真的努力在经商了，那他怎么亏的呢？那他就是转移资产。其实呢，大家是没有想到他这个努力经商是装出来的。所以最后冉莹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除了败光家产那个钱不一样，认知完全就是五孩宝妈两江总督同样的一个水平。我说清楚了没有？